好耶，又来给各位做大冒险的视频啦。本期视频我会带大家用最精炼但也最直观的方式，给大家详细展示清楚纳塔新角色对比老角色多出的一些新机制，方便你对纳塔版本进行一个全盘预习。不过呢，视频开始之前还是有必要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和数据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有可能届时和正式服时装的有所出入，大家届时还是以正式服为准。先来说一下纳塔版本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夜魂。目前看来，只有纳塔人有夜魂模式，纳塔以外的角色暂时都没办法进入夜魂模式。第一个卡池里的马拉尼和卡奇娜都可以按 E 进入夜魂模式，然后他身边就会出现一个能量条，等能量条归零的时候，他们就会退出夜魂模式。给大家详细展示一下这两个人的夜魂模式啊。马拉尼进入夜魂模式之后，会骑上一条鲨鱼，然后呢，它的移动速度就会变快。能量条消失之后，夜魂模式结束。而卡奇娜进入夜魂模式之后呢，它会丢出一个钻头，再按 E 可以骑上钻头，然后呢，它就可以使用这个电光毒龙钻，同样也是能量用光之后，夜魂模式结束。对于纳塔角色来说，夜魂模式不仅是他战斗的主要输出手段，同时也是他大世界跑图的好帮手。先拿马拉尼来举例子，马拉尼的夜魂模式可以让他大幅度提升自己的移动速度，并且按右键移动速度会提升得更快，而且呢，你还可以进行跳跃呀之类的操作。总而言之，马拉尼的夜魂模式可以让玩家在大世界里跑得很快，而卡奇娜的夜魂模式可以说是爬山专精，骑上这一个钻头之后，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往上爬。总而言之，一个用来跑图，一个用来爬山。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说了，看上去这两个纳塔新角色的跑图能力也并没有比什么叶兰啊、什么齐凉凉啊高多少啊，是不是？现在由我郑重的给大家介绍大幅度影响纳塔人跑图的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关键因素，燃素。燃素是在纳塔随处可见的物质，我们既可以在燃素种旁边补充燃素，也可以击碎一些带有燃素的箱子来补充燃素，甚至纳塔所有的花花草草都可以补充燃素。我们采集一下，燃素就补充了一小点。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现在我的燃素已经用完了，然后我找到一个燃素补充点，把自身的燃素补充满。燃素可以作为所有纳塔角色夜魂模式的一个后备隐藏能源。当我们进入夜魂模式，夜魂能量消耗完之后，并不会结束啊！如果在有燃素充足的情况下，并不会结束，而是会额外消耗燃素维持这个夜魂模式。这个时候，我们再找到一个燃素点，燃素补充满，这个夜魂模式就永续了。来，看见没有？永续了。我们也可以在路径上捡起一些采集物啊，来给大家看看，燃素一直在消耗着，然后我采集物，燃素又补充完了，然后前面又有一个燃素补充点，又补充完了。也就是说，在纳塔跑图的时候，如果你规划好了路线，你的夜魂模式几乎可以说是永续的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有的7天神像还有传送锚点也可以补充燃素。你燃素不够用了，随便传送一个地方，燃素立刻就补充满了。这就是燃素机制对纳塔人的跑图能力产生了非常大的积极影响。说完了第一个影响纳塔人跑图的重要机制燃素，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个夜魂传递机制。马拉尼的夜魂传递机制可以在其他角色处于冲刺还有游泳的时候触发，而卡奇娜的夜魂传递机制可以在其他角色处于冲刺还有攀爬的时候触发。先来展示马拉尼的夜魂传递。当其他角色在冲刺的时候，马拉尼的头像就会亮，代表他现在可以进行夜魂传递。现在我们切出马拉尼，他就会立刻骑上鲨鱼进行冲刺，而且还可以续一下他的夜魂能量条，
就非常的持久啊。然后呢，我们让其他角色在进行游泳的时候，游泳的时候其他角色游得很慢，但是我们传递给马拉尼啊，然后立刻就会进入一个快速冲浪的一个模式，这就是马拉尼夜魂传递在实战中的一个作用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卡奇娜的夜魂传递，和马拉尼一样，其他角色在冲刺的时候切出卡奇娜，卡奇娜能直接坐上这一个钻头进行冲刺，这个就不需要多说啦。我们主要看一下卡奇娜夜魂传递的攀爬能力。当其他角色在爬山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切卡奇娜进行夜魂传递，它就会直接坐上钻头进行爬山，然后续一下夜魂值。夜魂值用光之后，我们还可以消耗燃素继续进行攀爬。这么高一座山就被我们给爬上去了。这就是纳塔人的2个机制：燃素加夜魂传递对纳塔人的跑图能力的一个影响啊。总而言之，你使用纳塔人在纳塔进行跑图的话，可以说是非常爽的。现在我把刚刚提到的所有点都给结合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队伍里如果有2个纳塔人的话，跑图会有多么快乐。我先让马拉尼骑上鲨鱼进行一个跑图啊，然后夜魂值消耗完之后没有关系啊，冲刺传递给卡奇娜，卡奇娜继续用这一个钻头进行冲刺，然后冲刺途中可以采集一些采集物，补充燃素。燃素变成后备隐藏能源，继续辅助我们冲刺啊。然后呢，马拉尼这边又可以传递了 ，nice， 继续进行这一个夜魂传递，进行跑图。然后快要消耗完了，我们继续切卡奇娜进行夜魂传递。OK， 前面有一个燃素补充点，补充完燃素啊。然后我们又可以跑好久了。总而言之，队伍里有2个纳塔人呢，你可以说你的冲刺是完全停不下来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问了，如果我不抽马拉尼和卡奇娜，我的跑图能不能这么爽呢？答案是可以的。纳塔我们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龙，这一只龙的能力它对应的就是卡奇娜的能力，我们只要把它杀掉之后，它会在地上留下一个龙魂，我们对着龙魂按 T 键，我们就可以附身在龙的身上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像卡奇娜一样进行爬墙了。来，这个龙也是可以消耗燃素作为自己的后备隐藏能源的。刚刚那个黄色的龙对应的是卡奇娜，那自然也就会有对应马拉尼的蓝色的龙。我们继续按 T， 也可以附身在它的龙魂身上。现在呢，我们游泳就会变得很快了，也可以额外消耗燃素进行快速游泳。除了黄色和蓝色2种龙呢，纳塔还有一种龙是绿色的龙。绿色的龙呢，会像蜘蛛侠一样荡来荡去。以上就是纳塔的新角色们对比老角色新增的各种机制，个人觉得已经展示得很清楚了，希望对屏幕前的你入坑纳塔有所帮助。后续我也会给大家带来新角色的0命到6命的详细评测的，也请大家保持期待。最后祝你身体健康，再见。